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管事啊，车上有任务。看着我干嘛？你几天没吃饭了？是那么香？哼，小时候家里苦，哪吃过馄饨呢？过个苦日子的人，吃什么都香。喂，李大增在。什么？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好，我们马上赶到。玉门里小区6号楼4070室。伤怎么样？这个车流伤得很严重。走，同学，你看看。他是报案人呢？是，他是被害人的男朋友。出来去。你几点到的？下午4点。今天是他的生日。我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，给他送花，没想到，天哪，他怎么成了这个样？这是谁干的？被害人胡海珍，女，25岁，本市人。地上有打斗过的痕迹，桌角上有血迹。对了，地上还有胡海珍的头发，她额角有猛烈撞击过的伤口，可能是被人抓住头发撞到墙上以后，致使她失去了抵抗能力。根据现场的勘查情况来看呢，罪犯泼完硫酸以后，胡海珍就昏过去了。在何志飞到来之前，他才慢慢醒过来，但那个时候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大家呢都忙着抢救胡海珍，现场的大部分足迹都被破坏了，不过在桌上发现了可疑的指纹。可能是男性留下的。医生，怎么样？处于深度昏迷状态，一半会儿可能醒不过来，眼球可能要摘除。什么？我没想保住他的眼睛，可是由于硫酸深度烧伤。我们也没有挽救的可能，我们尽力了。不，你们不能摘除我女儿的眼球！大夫，我女儿是我的掌上明珠，她的2个大眼睛会说话，你们摘除了她的眼睛，她就变成2个大黑洞了。求求你们，你们帮帮她吧！大夫，你们救救她，救救我女儿的命吧！大夫。是我的女儿，你们看我女儿的眼睛，
我的女儿就要参加网络小姐选美大赛，她可以出国，可以当明星，她本来就是明星嘛。大夫，你们帮帮她吧。作为医生，我必须告诉你，如果不摘出眼球，可能会危及生命。不能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你们谁都不能动我女儿的眼睛，不能动，谁都不能动。谁要是动我女儿的眼睛，我就跟他没完。海珍，爸爸就晚回来了一步，对不起你。不行，不行！你是谁呀？胡建国，受害人的父亲。我是警察，专门负责你女儿的案子。警察有什么用？我女儿已经成这样了，要你们这些警察有什么用？你们这些无用的警察，还我的女儿，还我的女儿！胡先生，我们的心情跟你一样的难过。我们知道一个女孩子失去一双眼睛意味着什么，可是你这样胡闹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们这些无用的警察！哦，我们警察没用是吧？那我们走，愿意砸就砸吧，别砸花盆啊，砸医院的仪器设备，那多过瘾呢，是吧？那样你女儿眼睛就能复明了，凶手就能抓住了。胡先生，我能理解你做父亲的心情。现在你只有跟医院合作，才能挽救你女儿的生命；只有跟我们警察合作，我们才能共同抓住凶手。女儿，今后你还可以养着。我当然可以养她。她就是什么都没有了，我都可以养她。我的话你还没听完呢，就是你养不了，国家也会养着，社会也会养着，你女儿还会有前途的。你不要劝我，我明白了。我女儿的眼睛是无论如何都治不好了。你明白什么呀？你明白？你咋那么糊涂啊？都是成年人大老爷们儿，怎么这点事儿都看不清楚啊？你女儿伤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吗？赶紧得治啊！我有钱，我花多少钱都可以啊。钱现在最没用了，啊，钱不现实，最关键的是给我们找医生签字配合治疗。你女儿眼睛如果再拖下去，连命都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把我的眼睛挖下来给她都可以啊。哎呀，还在这磨蹭什么呀？我们赶快得回去研究一下，尽快的抓住凶手，好给这个孩子一个交代。对，我要亲手把他的眼珠子挖下来。那赶紧给我们找医生去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听你们的。怎么样？这案子怎么看？简直是太气人了！光生气就能破案了？咱们警察也是人，也有喜怒哀乐。看着受害者遭罪受难，往往就跟家里人受了欺负似的。可是咱们还有另外一层身份呢，那就是警察。当警察的责任，就是得给受害者讨回个公道。我看着胡海珍他爸爸那个样子，我真是受不了。现在的主要线索就是那个防盗门，还记得那个防盗门吗？记得。防盗门是用钥匙打开的，这说明犯罪嫌疑人手里有钥匙。谁会有防盗门的钥匙呢？胡海珍的房是什么时候装修的？去年6月吧。你在场吗？在，但是我和海珍都没怎么管。那谁管？海珍他爸给他买了这房子，然后又找人装修的。那防盗门是什么时候安的？是年初才安的吧。海珍他爸说市面上不太平，就给海珍的房换了一扇防盗门。你有防盗门的钥匙吗？开始有，
后来有一回海珍跟我闹别扭，就把钥匙给要回去了。你没复制一把？复制了，可是复制的那把也给要回去了。你帮我们想一想，除了你，海珍有这把钥匙，还有谁会有这把钥匙呢？就是海珍他爸，还有没谁了。安装防盗门的时候你在场吗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可能还有一个人，可能有那把钥匙。谁？就是那个杨经理。杨经理？就是海珍他爸一直关照的那个杨经理，杨在兴。他怎么会有防盗门的钥匙？防盗门是他去买，然后又是他去装的，我猜他可能会有。我们想知道防盗门的事儿。防盗门怎么了？你好好想想，你给你女儿安的这个防盗门，谁还会有钥匙？我女儿有，她也给了我，说万一她的丢了，好找我要。那，你觉得杨在兴会有这把钥匙吗？杨在兴，他没有。我女儿房子的钥匙，他怎么会有？我们急需购买安装这扇防盗门的发票和相关资料，希望你配合一下。都在杨在兴那里，是他去买的。杨在兴的电话和地址。湖北花园，咱们去去。您多保重。我们就是警察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哎呦，警察同志啊，警察同志，来，你可别为我做主啊！快起来！我那女儿可死得惨呐！你起来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那女儿啊，去打胎，结果呢，孩子也没下来，人已经早就不行，送到这医院呢也没救过来。我那女儿啊，才刚刚20多岁，还没拜过堂呢，冤呐！打胎，您把事儿说得清楚一点啊！反正啊，这人也死了，我也不怕丢脸了。我那女儿跟人家外头有了，你说像这种事儿怎么好跟外人讲？我就只好把她送到河北老家，想让她躲一躲。结果她自己去打胎，我那女儿啊，她去流产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我不在呀。你这种事儿啊，应该找医院，由医疗行政部门去解决。啊，你们警察也不管呐？你跟他解释一下，我有急事，我得回局里了。哎，我跟他解释什么呀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病人是昨天住的院，叫王娟。来的时候啊，就是下身大出血，不久呢就流产了。我们尽力抢救，但是无效，晚上6点死亡。哎，那死亡原因呢？来医院之前，她的腹部受过严重的挤压，这样呢导致子宫大出血、羊水栓塞。这个在临产上是一个严重的综合症，所以很难治疗。那你们医院应该负些什么责任？我们医院尽力抢救。你要说负责任，我觉得你应该去找这个给他做人流的这家医院。这家医院是一个乡镇的医疗所。乡镇医疗所？说是。听他三姑说，他是按照电线杆的广告找了一家妇产大夫啊。什么地方？
就是河北的三姑妈那地方呢。这个病人啊是属于非正常死亡，我建议你们公安机关接手这事儿，然后派法医来鉴定，也可以到这个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去鉴定。解释完了吗？解释完了。解释完了好，跟我去问验室。你不想听听我是怎么解释的吗？现在没工夫，胡海珍的案子最要紧。你是不是觉得胡建国的女儿是模特，命就比较值钱？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女儿命就不值钱，是吗？你说什么呢你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抬杠？都这么抬杠怎么工作呀？我跟你说过了，咱们当警察的就得铁石心肠，别人铁了心的时候，咱们得铁得下来。你就是卖防盗门的杨经理啊？哟，对不起，我姓孙。胡海珍家的防盗门是你卖的？胡海珍，我不认识。杨再兴你认识吧？你要说杨再兴，我认识。哦，对了，最近我们是给他安了一套防盗门，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可是公安局许可的防盗门经营单位。这我们知道。这种防盗门，都什么人都可以打开呀？什么人也打不开，除非有钥匙。除非有钥匙，别的什么都打不开。到目前为止，是这样。杨再兴接触过这扇防盗门的钥匙吗？他呀，应该接触过。我们安装好防盗门，就把钥匙给他了。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，别跟别人说我们找过你。啊？哎，这我明白。在上面签个字，然后可以走了。哎，好嘞。杨再兴的手机停了，人也不知道去向。那尽快找到杨再兴啊！告诉何月、马辉，把胡建国和杨再兴的材料都调出来。我给你打了一整天电话，你去哪儿了？你知道海珍现在多么需要你啊！公安局怀疑我，问了我一整天。我知道这事儿不是你干的，我知道是谁干的。我要给海珍报仇，我要把他们所有人的眼睛都挖掉，就是拼上老命，也要给他们拼到底。胡说！究竟是谁？究竟是谁那么狠啊？是我害了海珍，是我害了海珍，是我害了他呀！胡说！告诉我是谁害的，我去把他弄死！不用你，这事儿和你没关系。不能排除何志飞的作案时间。但是又很难看出这个何志飞有残害胡海珍的动机。像胡海珍这么个大美人儿，她爸爸又挺有背景，巴结还巴结不上了，这姑娘，谁下得去手啊？胡海珍工作的模特公司我也去过了，人还算正派，有几个说不太清楚的男朋友，但是也很长时间没来往了。最近呢还算是洁身自爱。胡建国和杨再兴的情况。胡建国，北宏城建集团的项目主管，官虽然不大，可权力却不小。杨再兴呢？他是富贵花园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和法人。他们这个房地产公司承担了北宏集团的一个开发项目，也就是富贵花园小区的工程。两人关系够密切的。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
2000年的7月份，也就是富贵花园小区项目投标之前。明天去北红。怎么着？又跟大曾杠上了？一点同情心也没有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今天在医院，一个女孩堕胎死了，她妈哭着要找警察。你猜她怎么说？去找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。哎，这事儿啊，要真是正规医院出的事儿，还就得找这个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啊。他要是个江湖医生，连行医资格都没有，把人治死了，人家家属告到派出所了，你还就得给人立案。是吗？嗨，瞎说这干嘛呀？那我是不是得给人家属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们？您瞧，现在都几点了？深夜2点了，天亮再说吧。以后啊，别跟他较劲，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多请教我就行了。哎，您2位是集训队的。哦，是来了解老胡的事儿吧？对。老胡女儿的这事情，公司上下都很同情。啊，多年轻的姑娘，这太可惜了。咱们时间都挺紧的，我直接老大。好，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胡建国和他那个项目。您是指哪个项目？因为老胡经营的项目很多。富贵花园。哦，这个咱们得从头一点一点说起。胡建国是从技术员一点一点干上来的，这个我最清楚。您是公司的老人了吧？哎，可以这么说。有北红那天呢，我就在这儿了。您给我们介绍一下，胡建国在公司里得罪过什么人没有？没有。老胡这个人上上下下都很灵通，不会得罪什么人。不过这次就他主抓的这个项目啊，就是富贵花园，倒是出了一些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质量问题，应该说是严重的质量问题。总公司严厉批评了老胡，因为他属于招标失误，他把项目给了这个资质不符合要求的企业。什么是资质不符合要求？就是不具备承建招标项目的技术、资金和能力。就是那个富贵花园房地产开发公司吧？对。他们公司起初不叫这个名字，他们公司好像叫龙腾房地产。富贵花园房地产公司这名字是后改的。公司准备怎么处理胡建国？老胡这次失误是比较大的，但也不至于怀疑他有什么别的问题。可是楼呢，必须推倒重建。施工方垫付的费用呢，由他们自己承担。我们要另择施工单位，而且我们要求富贵花园必须更名，不要和我们公司有任何联系，以免影响我们北红集团楼盘的声誉。我问您个私人问题。您请问。您一年年收入多少？大概10万左右吧。我们是在查胡海珍被害的案子，怎么我觉得你好像也在查胡建国？只要有案子，是人都得查，谁都不能放弃。哎，我是什么？富贵花园被砸了？好，我马上过去啊。他们是啥都不说，进来就砸，还不要等我们杨总回来自己提着脑袋去送死。这都叫什么事儿了？这。你是谁呀？我是这儿的保安部主管，叫蒋明。砸东西的人你们认识吗？不知道。我们都没见过。好家伙，进来就一个比一个穷。要不是我跑得快，我这脑袋非得搬家了不可。事情的起因是什么？我哪里知道啊？他们进来就砸嘛。李队。
查清楚了，砸富贵花园那帮人都躲在城外交通旅馆。怎么样，李队，动手吧？有把握吗？没问题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哎，大家都有这治安问题啊，不归我们刑警管。哎呦，这儿等着我呢，一报还一报。也是啊，这事儿咱们出面不太合适，通知当地派出所，让他们把人收了。好嘞。哦，你跟天明还是去一下吧，连夜突审，查查主谋是谁。给我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好，都带走。李队，这帮小喽啰都逮着了，就他们头。这小子是不要命了，照我腰上踹了一脚，要不是我岔了气儿，非给他摔个大背胯不可。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别看我胖，各项指标都合格。他们都在哪儿？在那边一个居民楼里头，劫持了一个老太太，她有枪。走。大曾，等一等。哎，来，把这个穿上。还是你穿吧。哎，等等。警察马上来救你了。妈，您不要害怕，只要听那个人的话，他让你干什么干什么。我妈有心脏病，她坚持不了多大一会儿。王跑！给我听好了，我是刑侦队长李大增，咱们好好聊聊。你绑架一个老太太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警察别管闲事，我为我大哥报仇，谁都别拦着我，让我出去，老太太我自然会放，不然我就不喝去了。你大哥仇人是谁呀？你懂不懂道上规矩？我能说吗？我说了对得起我大哥吗？行，你够义气，我喜欢。但是我是警察，你够义气也没用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是跑不了了。你别跟我横，我手里有人，还有煤气罐，小心我点了这个楼，咱们谁他妈都甭跑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？怎么这么大火气啊？啊！你打伤我们弟兄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咱们讲讲条件。你告诉我，谁是你大哥的仇人？他犯了什么罪？我替你收拾他。你得给我一面子，把大妈放了。咱们有话回局里说去，怎么样？放屁！别他妈逗我火！那时候我大哥对俺深仇，他们挖了我大哥昏了的眼珠子，那可是我大哥的掌上明珠，谁认得规矩谁有心疼。你大哥怎么断定是他干的？少说我还逗我话，快点让我出去！你别这冲横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再这么打打杀杀的，那就成黑社会了。我们警察是干什么的呀？我们警察就是对付黑社会的。我是替天行道，不是黑社会。我谅你也不敢当黑社会。我再给你讲个理啊！你要是再这么干下去，不但帮不了你大哥，还得给你大哥头上罪上加罪，听见没有？赶紧跟我们走，老老实实投降，听见没有？你们真知道我大哥是谁？能砸富贵花园的还有谁？我们怎么不知道啊？好，这事都是我干的，跟我大哥无关。把这个法盲给我带回去。王鹏，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执迷不悔？知道聚众砸抢、绑架人质和警察对抗是什么下场？
我们当时就可以把你就地击毙。哼！你大哥对你有什么好啊？值得你这么为他卖命？我大哥一直在供养我的老妈。这么多年，我吃的穿的也全是我大哥的。你嫖的、抽的、赌的，也是你大哥的吧？人家就是准备今天让你来送死。你大哥可真有本事，可是他的能耐到头了，因为他碰上我了。喂，是肖云，县卫生局啊。王娟死亡的案子，对，推荐过去了。非法行医。没这个诊所。江湖医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江湖医生致死人命案，你受理不受理啊？哪个案子？就医院王娟那个。谁接啊？眼下没人手啊。再说了，那个案子不是医院行政部门已经鉴定了吗？如果确属非法行医造成死亡的话，去人一抓不就完了？怎么着？非得办？你接？带法医去医院，再验一次尸。如果是真的，我们立案，好不好？管用吗？这个就是富贵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登记资料。原来叫龙腾房地产，好像是。怎么了？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北鸿公司和龙腾签约是在3月份，可龙腾是4月份才拿到的注册登记。这里边有问题啊！小姐，小姐，李队呢？买盒饭去了。我来了，饭来了。马慧，来，饭馆。来，李队，你瞧瞧这个。什么呀？富贵花园老板杨再兴的资料。他那是蛋炒饭加蛋。浙江人啊？啊，原来就是一包工头，后来挣了点钱。边吃边聊吧。富贵花园啊，其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。吴建国把项目给了富贵花园，杨再兴自己的公司呢，根本就没有施工，他又转包给了第三方，浙江的一个包工队，叫做吉瑞建筑公司。吉瑞建筑公司，这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啊？因为这个吉瑞建筑公司的施工质量太差了，北鸿集团勒令富贵花园停工，杨再兴人就不见了，剩下一空架子。不过每天有一帮人去富贵花园要账。跟反贪局联系一下，查查胡建国到底有多少资产。真是签约之后再注册的公司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公司签约之前都会派人去仔细鉴定的。问题是他们怎么通过鉴定的，这我都搞不懂。当初具体负责鉴定富贵花园的这个人是谁？好，您稍等。哎，刘秘书，你给我查一下富贵花园的鉴定人是谁？好，是黄海。我们跟他谈谈。好的。
当初北鸿和龙腾房地产公司签约，是你做的鉴定吗？我？是吗？好像他们出示了假证明吧？这是当初龙腾提供的资料背底，注册公司是4月15日。你看看，签约的时间是多少？没时间看你表演。今儿富贵花园被人砸了。什么？你是签约的具体经办人，有些事情还用说的那么明白吗？反贪局那边开始调查你了，你看着办吧。我们把你叫到这儿来，是让你协助我们调查，如果有立功表现，那边可能会减点刑。好好想想，自己争取个宽大。其实是他先找的我。谁先找的你？胡建国，他塞给我10万块钱，我当时也是糊涂了，哎。 10万块，不少啊！富贵花园资产总值是多少？2.3亿人民币。你还知道什么情况？富贵花园，哦，那时叫龙腾房地产，负责人叫杨再兴，好像跟胡建国的关系不一般。杨再兴 跟胡海珍熟吗？有点熟，还追过胡海珍，可胡海珍觉得他是农民，看不上他。嗨，胡海珍的眼光高了去了。天明，凤舞，过来一下来。什么事儿啊，李队？这么高兴？ 反贪局那边给回话了啊，他们早就开始调查胡建国了。龙腾房地产，也就是富贵花园，是胡建国自己的一个傀儡公司，杨再兴就是他的一个傀儡。我怎么说来着？他让杨再兴以龙腾的名义和北鸿签约，他在中间用权力保驾护航，等龙腾拿到项目资格以后，他再让杨再兴把公司改名叫富贵花园，然后 把项目转包出去，他再从中挣差价。您想想，总金额2.3亿呀，他能挣多少差价？哼，我看这就叫贪心不足。你说你黑个几百万也就算了，非得弄得个上亿，要不然这工程质量做这么差。这豆腐渣工程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矛盾，一点错没有。按照施工惯例啊，施工方应该先垫付施工款。 材料费60%，富贵花园公司本身没钱，钱都是富贵花园公司转包的那个吉瑞建筑公司垫付的。北鸿一纸文书，富贵花园停工了，施工垫付款一概不退，这质量问题啊，提出来合情合理，对不对？吉瑞公司急了就找杨再兴，杨再兴又找胡建国。 胡建国在自己的公司本身就招了麻烦，他不可能再为杨再兴扛着。那么损失呢，就全由施工质量低劣的吉瑞公司承担。狗咬狗一嘴毛，这仇就这么结下了。胡海珍的事儿啊，不是杨再兴做的，就是吉瑞亲自下的手。哎，杨再兴还追求过胡海珍。哎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胡建国的？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去医院的时候吗？ 我一眼就看见他胳膊上的那个劳力士白金表。他太招摇了。李队，胡建国在医院自杀了。别了没有？哎，坐了。7点钟，坐。走，让他们赶快拿来。身份证这个是，快。 怎么回事？怎么是这样啊？什么事都办不了啊？我就上了趟厕所，他就跑到休息室，割了自己的手腕。他自杀前
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？他打了个电话。把手机给我。最后一个电话是北红打来的。肖姐，醒过来了吗？可能是受的刺激太大了，还没有醒过来。就是醒过来还有什么用啊？什么都没了。哎，她男朋友呢？走了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